就这样，比如这是那个民宿，那这是大本营，这是雪山顶。你第一天到达大本营，第二天到达山顶，然后呢，同时第二天你要直接下降到民宿，是一个整个一个魔鬼。我下来那一趟，后来我下到大本营以后，我说给我一个骡子，我不行了。结果发现坐骡子更惨，因为那个骡子就把你架得很高，然后它还很颠，它下坡攻击，摇得我本来就感觉人不舒服，然后摇得我人都快散架了，快死了。我当时感觉我真的，我那个膝盖卡的那又很不舒服。我说休息一下，停一下，因为后脚跟其实当时上的时候，先一开始是穿了一个我朋友借我的鞋，登山鞋，很专业的登山鞋，但是就是太新了。其实我的整个后脚跟就是刚上山就已经磨破了，然后贴了2层创口贴，贴到后面后脚跟，然后才就是我说一定要上去，然后硬着头皮就是往上爬的。我是跟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爬了一会儿就失温了，就是里面狂出汗，然后散不出来，因为冲锋衣本来就不太散热嘛，然后就失温了，整个人打抖，然后有个向导陪他下去，我就跟那个向导，我穿的向导的当地居民向导的鞋，跟他换了个鞋，然后上去的。他那个鞋也有点薄，又薄了一点，所以去登山一定要买手杖和买一个合适的鞋。然后我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下来的时候没有手杖没有撑嘛，你就是下来的时候一直是甩着的，手都是麻的。那个骡子给我颠的，我这辈子我劝你们真的是能不坐骡子，有体力就走路，千万不要坐骡子。这个骡子上山我觉得可以坐，下山千万别坐骡子，颠得你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。后来我就跟那个向导说，你稍微停停，让我歇一会儿。他不行，马上到了，哎呀，等会下雨了怎么办？一路顶，咣，然后你又很害怕坐那上面，生怕他一下子给你撅下去了，旁边都是那么高，真太痛苦了。本来是又累又困又饿，给我颠的就感觉比我走下去还要累。